辽宁一男子家的池塘发生怪事，池塘中的河蟹莫名出逃，养的6000多条大鱼也都被吃光，就连专门在池塘中立的石像也被拦腰斩断。究竟是谁在暗中搞破坏呢？2015年，辽宁男子徐刚听说邻居捡螃蟹捡了好了，天都有这水桶捡马，这些螃蟹像是怎么都捡不完一样，这一批刚捡完，下一批就出现了。大家都在猜测这螃蟹到底是哪里来的，徐刚也很好奇，不过还没好奇多久，他就有了不好的预感，他自己就养着螃蟹，这螃蟹不会是从他家池塘跑出去的吧？徐刚其实是一位莲花养殖户，池塘中除了莲花之外，还有不少大鱼和河蟹，周围除了他养殖螃蟹之外，也没有其他养殖户了。徐刚顿感不妙，赶紧拿着渔网赶到池塘。这天的池塘出奇的安静，以前徐刚每次来池塘的时候，水中的河蟹和大鱼都十分疼，而这天徐刚于是拿着下池塘捕捞，这一捞让他的心拔凉，池塘里一只螃蟹都找不到。显然前几天街上出现的螃蟹就是他家的，徐刚怎么都想不明白这究竟是怎么回事，难道是螃蟹的生活环境出了什么问题，这才导致螃蟹出逃的吗？徐刚取了水源样本去检测，检测结果显示这水源没有任何问题，这就奇怪了。徐刚还没有找到螃蟹出逃的原因，接下来就发生了更让他意想不到的事情。池塘中的螃蟹集体出逃，大鱼都消失得无影无踪，池塘中到底有什么东西在作祟？前不久，徐刚家池塘中的螃蟹刚刚出逃，还没有找到出逃原因，池塘中又发生了怪事，连大鱼都消失不见了。徐刚拿着渔网下去捞了好几次，一条鱼都看不到。螃蟹出逃他还可以理解，毕竟螃蟹长着4条腿，想走就走了，但鱼没有长脚，离开水之后过不了多久就会死亡。奇怪的是，最近也没听说有人在街上捡到鱼了，也就是说这些鱼凭空消失了，这就足够让人毛骨悚然了。更可怕的还在后面，没过几天，徐刚发现池塘边种的柳树都倒了下去，这些树都长10几年了，一夜之间全部倒下，这着实让人想不明白。不过不管是水中的螃蟹、大鱼，还是池塘边的柳树，这些都不足以让徐刚感到惋惜，因为这些都是池塘中莲花的陪衬，只要莲花和莲藕没事，对他就没多大影响。只不过意外还是发生了。这天一大早，徐刚来到池塘的时候，发现水面上漂浮着从中间折断的莲藕，20多盆莲花找不到一个完整的根茎，这让徐刚大受打击。徐刚养殖的并不是普通的莲花，而是沉睡了1000年的古莲子，池塘中饲养的螃蟹、大鱼等等都没有古莲子值钱。这古莲是在上世纪50年代被发现的，研究人员将它带回去考察后，发现这些莲子在土壤中沉睡了上千年了。不仅如此，这些莲子还上过太空，对徐刚来说，这些古莲比他的命还重要。千年古莲被毁于一旦，池塘中螃蟹集体出逃，大鱼也凭空消失，究竟是谁在搞破坏？徐刚对这些千年古莲十分宝贝，因此在大鱼消失之后，他就开始加强对池塘的管理，每天都在池塘边巡视，但没有发现任何线索。徐刚曾怀疑是有人故意搞破坏，但在一夜之间让大鱼全部消失，连柳树都被连根拔起，这实在不符合常理。村民们也议论纷纷，有人说池塘中可能出现了水怪，或许是水怪在作祟。徐刚觉得不太可能，水怪虽然可以吃掉这些大鱼，但应该无法将柳树连根拔起。徐刚为了找到搞破坏的凶手，对池塘进行了更加严密的监控，每天在池塘周围巡逻，终于让他找到了破绽。这池塘中出现了很多大洞，徐刚一下子就想到了，或许是有动物在水中安了家，把自己种的莲藕当做了食物，那水中消失的大鱼和螃蟹又该如何解释呢？徐刚在夜里提前蹲守在池塘边，这次终于让他抓到了凶手，这是一只大老鼠。徐刚不知道这大老鼠是什么品种，也不知道它是如何让大鱼全部消失的，于是找到专家帮忙鉴定。专家表示，这种大老鼠是麝香鼠，专门吃水生植物的，刚好徐刚家的池塘中有莲藕，这就成了它的主要食物来源。按照目前的发展形势来看，这水中或许已经出现了几十只麝香鼠，如果不进行控制，徐刚的宝贝莲藕会被这些麝香鼠吃干抹净，